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海上军事力量就始终是个大问题，也不知道是技术不够还是纪律涣散，修了1年多都不见效果。有人提议请中国帮忙，但又放不下面子。而就在最近，俄罗斯这艘唯一航母又出事儿了。据环球时报在1月27号的消息显示，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第35修船厂被发现升起滚滚浓烟。随后，船厂方面发现，居然是停留在码头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出事了，船舱内燃起大火，导致出现浓烟。据俄媒方面的消息，当时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正在进行气焊作业，可能是由于平时的操作不当，或是维护工作不到位，一个乙炔气瓶的减压器突然爆裂，进而产生爆炸，引发大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救援人员扑灭，但对于损失，俄罗斯官方并没有详细透露。这样的表现也为这艘经常性出事的航母蒙上了一层阴影。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造船业技术问题和俄罗斯海军的管理问题成为了外界对此事的讨论核心。毕竟在接连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这艘唯一的航空母舰始终没有机会真正去海面上走一走，动不动就出事儿，成了它的主旋律。在2018年10月底，当时在船坞维修的库兹涅佐夫号甲板被砸穿，差点沉了，原因居然是船坞年久失修发生沉没事件，连带着库兹涅佐夫号也差点陪葬。而到了2019年底，正在艰难维护的库舰又遭了殃，同样还是在第35修船厂码头，因为工人操作不当，航母燃起了大火，舰上超500平方米面积被烧，连带16人的伤亡。而到了2021年年初，又是一场大火，让库兹涅佐夫号旧伤未好，又添新伤，这实在不能用意外来形容。在维修中还能屡屡出事情，也不知道俄罗斯是不是和印度人待久了，也开始印度化了。有外界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经济近些年持续低迷，一方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的，再一方面就是苏联解体时留下来的大量后遗症，贪腐问题严重。另外，俄罗斯甚至出现过特种部队针对国内商人进行抢劫的丑闻。由此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军队的纪律问题有多严重。当然，也有分析认为，目前来说，俄罗斯造船业始终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与莫斯科的重视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本来经济就不足，美国拉着北约一众国家不断施压，俄罗斯必须耗费大量精力放在核打击方面，才能保住自己唯一的底牌。而且当时苏联时期造船和装备研发部门多数在乌克兰，航电领域多数在白俄罗斯，结果一解体，俄罗斯人就很尴尬了。要说遗产吧，确实是拿到了大头，但要说可能促进未来研发的呢，又没几个。印度最新的军宣再度借用了中国阅兵，这种情况已经是第3年了。为何印度军宣这么爱用中国军队作为门面？提起印度，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奇葩的国度。印度在军宣上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为了彰显自己的强大，有着 P 图强军的传统，并且还喜欢借用他国的军队照片说是自己的。而其中最常被盯上的竟是我们中国。或许有些人还有些印象，印度媒体曾经在我们的山东号航母上披上了印度国旗，然后强行说那是印度的国产航母，着实让我们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脸皮厚。而不单单是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的阅兵图也经常被印度人偷走，并且还披上印度国旗。从一则名为《印度军力有多强？2021年的印度军事力量》的军宣视频来看，这次看上去似乎不像前2年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是咱们的中国阅兵图。打头阵的坦克很明显是俄式坦克。这么说来，这一次印度人没有再借中国人的阅兵图，而是转拿俄罗斯的来用咯。然而，如果用实图搜一下，我们却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这张封面照来源于在俄罗斯举办的军队2018演习，这也是俄罗斯近40年来最大的一次演习。然而，军队2018可不仅仅是俄罗斯军队参与，咱们中国也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参加。
据获悉，收到俄方邀请后，中国方面很重视此次联合军演，并且派出多达3200名士兵、900多辆坦克与装甲车以及30多架军机参演。一枚军宣封面画面实际上来源于演习前的中俄校场阅兵，而前面的俄军坦克实际上是俄军坦克的末尾方阵，后面密密麻麻的实际上都是中国派出去参与检阅的坦克。如果看一下原图，我们就能发现中国坦克更加明显了。因此后面的坦克有很多中国阅兵时会展示的红色战旗，只不过印度人不单单把自己的国旗给 P 上去了，还抹去了中国军队在坦克上的战旗。也就是印度居然连续3年偷了中国阅兵有关的图，这样坚持不懈的做法也是让人汗颜。从去年11月份开始，印度农民的抗议活动就引发了国际范围的关注。尽管双方多次接触，然而事情始终得不到解决。而就在本周，印度这场持续近3个月的农民抗议彻底失控了。据印美新德里电视台 NDTV 在1月26号夜间的消息显示，印度抗议的农民借着印度共和国日的庆祝活动，开始疯狂向新德里边界涌入。当地驻守的守备部队进行阻拦时，双方很快引发冲突，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丑陋。成千上万的农民利用拖拉机冲破阻拦阵地，彻底打乱了防守部队的阵型。随后，大批量的失控农民冲入德里的老城堡红堡，将其占领。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红堡的圆顶上也升起农民们的抗议旗帜。实际上，还真别说，抗议活动持续的几个月时间里，确实让印度农民积蓄了大量的怒火。刚开始有超过30万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其中有不少人驾着自家的拖拉机，从印度全国各地赶往新德里，要求当局修改新颁布的农业法案，减轻农业负担，不能让印度农民又要为印度经济崩溃背锅，又要为印度不断增加的军费预算背锅。然而3个月时间下来，新德里虽然派代表前来与农民抗议活动的几个领袖商谈，但是延续了印度人一贯的说话水平，3个月都没折腾出一个结果。农民们只能依靠当初开来的拖拉机当做临时住所，这也就多亏了新德里没再往北一点，还处在热带，不然这个季节都能冻死人了。也因此，憋了一肚子火的印度农民终于彻底失控，开着拖拉机冲破了官方设置的阻拦障碍。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德里电视台说得很委婉，但从网上流传出来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印度用于阻拦抗议农民的守备部队，在被农民用拖拉机冲破障碍之后，根本不是农民的对手。很多士兵被愤怒的人群逼到角落，仓皇逃窜，满地打滚。甚至有大量士兵见形势不妙，反而爬上了原本用来阻拦农民用的铁栅栏。匆忙逃命之下，更是连带着把这些阻拦用的铁栅栏给打开了一个缺口，被农民用棍子赶得到处跑，连专业性质的印度军队都打不过印度农民。也不知道该说是印度农民的战斗力太强，还是该说印度人的守备部队就这个水平，也敢在中国边境挑衅搞事情，似乎也是看清楚了印度新德里守军的这副德行。有印度媒体指出，农民活动的领袖在接受采访时已经透露，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活动还将持续，直到新德里进行彻底的让步。